开始的演唱会的主题都是以欢迎回家为主题，因为我们这2年的对于乐园场的设计，我们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一座移动的火星之城。这个呢，我们大概的表现可以表现在我们的舞台的设置，对，还有就是它的一个通过这个3方面的一个结合。我们的体育场这个版本的这个4面台，可能是在目前我了解到的演出的规模中应该是最大的。我们的整体的舞台的跨度、尺寸，以及我们所使用的灯光啊、视频啊各方面的一些配合，包括音响，应该是说，因为需要满足4面的整体的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嘛，可能跟我们的3面台比，或者跟其他的3面台来比的话，我们在这个灯光啊各方面的这个数量上，各方面可能都是是几倍的一个数量。对，成個演唱會嘅概念，我諗最初上嗰陣時係希望有一個空間變化，無論喺4邊台同3邊台都係。所謂嘅空間變化就係唔係侷限於個舞台嘅限制，而係希望觀眾可以睇到現場整個舞台嘅變化，而你突然間覺得成個舞台唔同咗。花花正好今年他是在做新的專輯嘛，那首先深圳這一站是有這張專輯的最後的一首歌的一個首唱，對，在深圳這一站，我想這個也是大家比較期待的。然後在其他的部分呢，在特效方面吧，這一站也會有一些不同，因為安排了冷煙火，還有就是我們的水柱，當然我們在水柱裡面還特設了一些我們自己的一個火星的一個香味吧，對，也希望大家能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感受吧。因為這次有一個地板追蹤的效果，因為我們有地坪嘛，所以說我們就必須要設定一個高角度的廣角的鏡頭，看到藝人在舞台上的游走，然後地板的效果跟着舞台去走，所以肯定是要設計到這一個部分。但是如果說你沒有這個部分的話，機位是很平的或者低角度，你就看不到這個效果。然後觀眾呢，在2樓、3樓場館的高處，他可以看到。但是如果說你在內場的話，你是看不到這個效果。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有一個鏡頭是頂扣的、top 的往下拍，拍到地板的效果、地坪的效果，然後藝人，然後跟那個追蹤的效果，這樣才能夠呈現給觀眾。去年首先是以3面台戶外的樂園場來開場的，那我們在這個舞台的選擇場地方面吧，其實是很重要的，包括我們的舞台也是非常的重，因為我們整體的機械的部分啊非常的重，大概達到了400噸，對，所以我們在場地的選擇上是蠻重要的。4邊台我哋利用咗好多 moving 嘅數控摩打，同埋用咗好多聲浪台，去令到你覺得個舞台喺每一 part 有不同嘅情意。3邊台就利用咗單面鏡子，其實當時係亂咁諗出嚟，試一試，咁然後希望喺日頭同夜晚有不同嘅情意。重點係將呢個台帶到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環境，因為單面鏡，大家就會見到唔同嘅環境，就好似個台融入咗去個大自然一樣。4面台有4面觀眾，不像3面台只要面對一面橋。如果藝人走到我的對面，就必須要有個機位拍到他，不然我們這一面的觀眾是看不到他的正臉的。左右兩面也是一樣，所以說這才是重點。因為3面台它只是一個面而已，它沒有辦法放這麼多屏進去，只有4面台才可以呈現到這樣的效果，就是可以分開，把想要的部分，想要給觀眾看的部分，可以把它分得清楚一點。藝人的特寫、舞台，還有藝人的大屏的，還有那個舞台的效果，這樣。然後我們體育場的4面台呢，其實難點在於，基本上現在市場上的一些大秀都是3面台，3面台呢是一個常規的秀。我們4面台來講呢，比較少的一個秀，所以我們到了每個地方，比如說場館啊，它有一面其實是常年不用的，可能我們會有一個這個修復啊，或者有些完善啊，這個是在於我們的難點。對，還有包括這個，我們的台是搭在中心的場地的，那對於草坪的這些後續的一些維護啊、置換啊，包括這個4面台的人還比較多，包括整個的一些安保方案啊、交通方案啊、疏散方案啊，其實這些是我們的難點。對，4面台方面音箱會比較多嘛，因為我們要照顧的4面的觀眾，這些處理方面也不同。3面台方面音箱處理的會比較少一點，也不是說少的很多，但是處理方面會比較容易，因為觀眾都是向着前面看，
不是在四面。反送方面也应该比较轻松一点，也没那么多回音啊、反射这些的问题。太干燥或是高频会衰了一点。但是系统方面有个软件，我们可以把它推回去，稍微补回那些高音。所以这些我们当天也要看一下晚上的温度、湿度这些，做一个准备。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我们稍微推回一点，才补回高频的衰减。所以这些不一样也是一样的，我們之前都已經做好了這些的準備，就不怎麼怕。如果四面台出邊大聲，咁會更加反彈翻嚟咯。要作一啲微調咯，即係要大家夾咯，要同 PA 一齊夾。可能你要細聲少少啊，即係類似咁樣嘅情況。所謂 PA 方面，我們第一到場就是跟技術人員溝通一下吧，然後呢就是看有什麼問題，如果沒問題的話，我們就會去走場吧。音箱的位置，我們圖案出來的話，到那個位置，我們去那邊聽，夠不夠聲音？不夠聲音的話，我們可能還要調一下角度，這些給它到位。所以全場就是整圈都是要走一下。之後就是說調那些低音啊、全屏的 delay time 啊，都是要注意一下。之後就是他的工作了，他做事的時候我要安靜了，就交給他看看。就最主要都係要等外場嗰啲喇叭 tune 好咗，咁就一齊再夾下咯。即係我一定要開翻外場嘅喇叭，我先知道嗰個反彈嘅聲有幾犀利，再去調整咯。即係大致上都係咁啦。跟住就同埋樂隊就一齊試。時間最緊的站基本上只有14天左右，這14天的時間，我們除去拆台、運輸、卸貨、裝台、彩排、演出的時間都算在內。所以它其實各個部門的協調，包括場地啊，包括我們自己的所有的部門的協調，都要確保萬無一失。不然的話，可能一個環節耽誤一點時間，我們可能就會影響到我們整個演出的這個正常舉行。是這樣，這個是要在前期大量的工作去來計算，去來這個做合理的這個規劃，對，包括各個部門這個更合理的配合，對，然後加上我們這麼多年的一個經驗，來做到這個萬無一失的，對。比較印象深的應該是日出場，我們的在煙台的做的這個日出的，然後那其實我們在之前也考察了很多個地方，經歷了考察期經歷了有半年吧，大概我帶着團隊也同時去了30多個場地吧，大概有10幾個城市，30多個場地，然後呢也看了差不多30多次的日出，對，多半好像一半的時間都是沒看到的，但是那天印象是最深的，因為我都覺得好像真正的看過這麼多這些日出都沒有任何一天是有像那天那樣的那個日出的那個感覺，它的那麼的這個太陽那麼的遠，時間也非常的準，整個展現在所有的人的這個面，印象蠻深的。我的職業生涯也沒有拍過這種演唱會，我說實話，也是我的第一次。所以說當時在那個環境，在那個時空裡面，我覺得我是有點緊張。日出嘛，所以你要想說，如果太陽沒有出來，我們應該怎麼拍呢？其實你現在問我，我也不知道。如果給我再來一次的話，我會更好。就緊張的點就是一直在看那個太陽什麼時候出來，人會不會出來，就這個點是吧？對，因為這個沒有辦法 rehearsal 啊，沒辦法彩排，因為你不能說，哎，太陽你升起來，我們彩排一下你的位置，沒辦法。而且我也不知道說天氣，講難聽點，你可能一個小雲，一個小的雲朵蓋在那裡就完蛋了。但是我們真的很完美的把它呈現出來，我覺得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如果再來一次的話，我覺得我還是一樣會如此的再緊張一次。點都係煙台，都好感動。你即係未試過係日出或者凌晨3點開 show， 即係做咗咁多年都未試過第一次。咁你睇住嗰條太陽出嚟，哇，都好感動嘅其實。即係你自己一路做緊，哇，望住個太陽一路升，跟住一路聽住嗰啲歌，真係幾好嘅個感覺。其實隨着我們火星演唱會不斷的成長吧，大概經歷了這個10來年的時間，包括我們也在進步，包括我們的歌迷的欣賞水平也在進步。所以每次其實像以前我們做完了都會想說，哎，今年我們已經把這個火星演唱會的秀做成這麼好，這麼完美了，明年再要怎麼做呀？就我們自己也有很大的壓力，怕做的不如上一次好，每一次都能令我們的歌迷啊，令我們的所有的團隊老師都滿意。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吧，壓力和動力並存吧。成長是我們和
包括我们所有关注和我们的歌迷一块成长的，一块进步的。歌迷的进步也有我们的进步，我们的歌迷朋友呢，对我们的火星演唱会的期待也特别高，所以促使我们需要更好的进步和给大家更多的惊喜。